川普对自己党内同志也玩起了极限施压，这次他能奏效吗？最近老川团队有2位大员在开始玩高级黑了，老川能不能看出来？最后，中国的房产税可能已经是箭在弦上，因为前部长都已经在放风了，啥时候能征收呢？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鱼观点。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6号，开始咱们今天的国际纵览5件事。第一件事还是讲一下咱们的老川，谁让他是宇宙新闻的中心呢？他在自己的党内同志里也开始玩极限施压了，不听话我就干掉你。他真的用的是干掉这个词儿。在这儿我给大家先普及一下，美国有一个深红州是农业特区，它主要生产大豆、高粱、玉米、土豆，还有是牛羊肉。在最近的选举中一直是共和党的铁票仓深蓝州，州长、副州长、参州两院全都是共和党主导的。那这么个州怎么就这次不听话了呢？直接把老川惹破防了。那就是在上一周印第安纳州的参议院2位议长就提到说，我们不再实行划归那个新的选区，不玩这个，直接告诉总统我们弄不了，主要是不够票数。这老川没想通，你看州长、副州长、参州两院都是我们的，怎么就不够票数？说明你们没有好好去说服自己人。说完了以后没有效果，今天他就发了个帖子破防了，开始玩极限施压了。我们来节选一下他帖子里有几句重话，这个绝对是极限施压。他开头提到，我对印第安纳州的参议院的这些共和党员非常失望，尤其是2个挂着共和党牌子的假共和党人，主要是那2个牵头的。后来他又提到，他们居然不愿意重新划分州的选区，如果重新划分选区，我们很可能让美国国会多出2个席位，就为2个席位他都开始玩极限施压了。另外他又开始威胁说，如果不划分的话，可能共和党因此拿不到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他指的是明年的中期选举，这儿是非常严重的事儿。他也知道2026年比较悬。接下来他又开始点名了。另外，我的朋友印第安纳州的州长麦克似乎没有尽力去争取必要的支持。要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他根本不可能成为州长，他还差得远着呢。所以现在这个表现让我非常失望，大家赶紧行动起来的吧，不然的话我就不再背书，希望你们被干掉。极限施压了，那印第安纳州为什么扛着不办呢？我个人分析呢，主要是3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州没有得到现实的好处，甚至是利益受损了。第一件事就是这段时间老川没有搞定中国大豆没有买，虽然说签了那个协议，但这个买的数量相比较于去年只占1%多，这就可以忽略不计嘛。第二那就是牛肉。印第安纳州是主要的深红州，主要是农业产区，但是最近老川放开了南美牛肉的进口，目的是为了帮助他比较认可的总统米莱。你这直接让南美的便宜牛肉来了以后冲击印第安纳州的肉农，这是第一件事吧，大家的实力利益受损了。第二件事也非常重要，在我们实力农民受损的同时，而老川呢却获得了巨额的收益。根据公开报道，他的家族从4月份开始已经购买了3.36亿美金的相关企业债券，这还不是股票，是债券。
这主要是在它相关的企业政策出来之前拿到的，然后再出政策，那人家的债券收益直接就上来了，这几乎是稳的呀。这中国人都清楚，这不就是腐败吗？但你在美国这儿不属于腐败，因为川普对外说了，尤其是这个他的莱万特发言人说，我们的川普总统从来不参与家族里的这种买债券的决策，那就是非常巧合，那就属于叫第六感，对吧？就是他们在买之前已经预测到老川可能要出一些政策，你这个就不能叫腐败了。至于说美国老百姓认不认，你看看印第安纳州的表现就清楚了。第三件事，这可能是最近比较一个热的点，还是爱泼斯坦那个名单。最近啊，他一直要求开会，谁要是支持这个开放名单，我就不再为你信任背书，我就想让你的对手啊干掉你。但最近啊，另外一个深红州，就是德萨斯州的众议员叫皮特，他在接受 CNN 的视频采访的时候，那视频我也看了，他说爱泼斯坦那里边啊有数千小时在卧室的录像带，他没明说啊，那咱们就得琢磨一下，数千小时在卧室里他能干什么呢？你绝对不可能像莱万特上周回答记者说，那是总统在和那个小女孩在捉迷藏，中国话叫躲猫猫。但问题是你数千个小时光躲猫猫，那也有烦的时候吧，就不可能干点别的吗？至于说干什么，这个皮特议员没有说。那接下来咱们就关注吧。如果说有一天视频放出来啊，我想大概率应该是打了码的。好，正是因为这几件事，让已经支持他的红脖子选民农业州啊，都开始不听招呼了，说明MAGA内部和老川有切割的意思，咱们继续观望。第二件事啊，那还是老川的团队里有2位重要级的核心大员在开始给他玩高级黑了。在这个中国啊，你要说高级黑低级红，有一个例子，就是若干年前啊，这个老习开始收紧对企业的控制，这李嘉诚先跑了，开始大肆的这个转移资产，把那个楼盘都赶紧卖了。而有一位记者就提出来发文，叫千万不要让李嘉诚跑了。他这一嗓子让老习听起来，你可能是在为朝廷分忧，实际上一琢磨，不对呀，你这不是把那些没跑的都给喊醒了吗？大家一起跑了吗？你看连潘石屹都跑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级黑，本质上你是要黑朝廷的。在美国也有2位大员最近在干这件事儿，一个是这个副总统万斯，他最近在 X 发了个帖子说，老川性侵过的人啊，占美国人口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确实发过一个，有好事者啊就把这帖子给了那个叫格洛克吧，就是一个人工智能，说让他测一下老川在诉讼中啊曾经告他性侵过的女性占美国人口多少。人这人工智能非常理性，给出了答案。那答案我看一下是5个0，是 0.0001。有人就不得意了，这问万斯什么意思？难道说占美国人口10%这才叫性侵吗？你这明显把这些事儿放大了。第二件事呢，是他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贝森特在接受这个 CNN 采访的时候说了一件事儿，因为记者就问他，最近通胀很严重，这牛肉馅儿超市里都卖$10一磅。你看这财政部长怎么答复的？你根本想不到，他说了，这些牛肉啊涨价是因为南美人在进入美国的时候，他们把他的牛带来了，而这些牛啊身上有病，所以导致牛肉上升了。有人讲，谁看见南美人进入美国的时候牵着牛进来的？没有吧？但另一方面，
上个星期，川普确实和米莱签署了协议，而且贝森特是重要的经办人，因为为了扶持他这个米莱的中期选举，那米莱成功了，但美国付出了什么？是引进大量南美、阿根廷的牛肉，这牛肉是你自己引进来的，不是南美洲人牵进来的。你说这两位是不是给老川玩了一个高级黑？另外，这个俄罗斯的普大帝，他手下人也有一个人给他玩了高级黑。你呢，无法想象一个国会议员怎么能说出这么反人类的话呢？他说，俄罗斯的公民啊，应该提高退休金的收入。你听着是不是像人话？但他说了，但是最好呢是75岁再退休，退休以后你的退休金可以翻倍。但问题是在哪儿呢？俄罗斯的平均男性的死亡时间呢是67岁，也就是讲啊，你推迟退休的时候，75如果退休，你到死你都不能退休，你得干一辈子。死完了以后，你的灵魂如果想领这个退休金，那还得等个10来年。那你说这玩意儿能实现吗？就好比有人告诉你，你一个月退休金多少？5000块钱吧。这样吧，你退休以后每月退休金1个亿，是不是高兴？给你搞到100岁退休，有意义吗？但这是不是给这个川普来了一个高级黑呢？啊，不，给那个普大帝来高级黑呢？说明高级黑这件事，哪里有独裁者，哎，哪里就有这种人物。咱们说第3件事吧，啊，也不能光提美国的事，咱还是说最近南美洲最睡不着觉的总统就是马杜罗，确实是寝食难安，说话他都打哆嗦了，都开始用英语了。大家都知道南美洲啊，除了巴西之外都说西班牙语，但是他结结巴巴用他的英语回答采访，呼吁美国人民我们要和平和平和平，重要的事还说了3遍。他实际上不仅仅是要和平，主要是要保命。这美国航母啊是真到了，随时准备激发要捉拿他。据他自己讲呢，他已经派出了特使和美国进行接触，说我有3000亿桶的石油储备可以给美国开采，但你能不能把那兵撤了啊？还继续让我当总统？川普呢严词拒绝。以前我讲过，老川派这么多人啊，是要准备上演一场大戏。你突然投降了，这感觉不像啊。对于一个作者来讲，我要来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戏，你突然把这个尾声弄出来，老百姓啊不同意，不精彩。所以我判断最近航母虽然来了，大概率呢是不会打仗的。我把话撂这儿啊，大概率不会，咱们拭目以待。好，咱们说第4件事是中日关系啊，都是搞民粹的高手，这次老习可能要踩错点儿了。你要跟一般的领导人玩民粹可以，但你要跟高士的话呢，你发现你玩的民粹越厉害，越有助于高士呢提高支持率。现在都接近70%了，69%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啊，高士所要推动的一些政策，它需要民众支持，而激起民粹，制造一个敌人，就容易通过一些决议。以前啊，很多人是不赞同的，那你现在不好说话了呀。现在两国已经是互相召见大使，严正抗议，距离那个互相驱逐大使啊还有点距离。我判断大概率不会驱逐大使，走不到那一帮啊。双方见好就收，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且中方也发现了，虽然说教育部发出的通知啊，不赞同中国的学生去美国、去那个日本留学，然后呢，旅游部也发出通知，不建议去日本这个旅游，没啥用。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啊，他想去哪那是他的事儿，你管不着我的事儿啊。更重要的一点，没多少钱了，美国来不了了，那干脆日韩游吧。
好，我们说第5件事是每一个中国民众必须重视的，那就是中国的房产税啊，确实是箭在弦上，也是倒计时了。根据这个新浪财经最新的消息，中国的前住建部部长楼继伟，他接受了一个专访，说中国的房产税人大立法已经完成了，这个早就完成了。后来一些细节问题啊，也已经解决了。他就没说出来那句话，就是咱们随时准备上架这个房产税。那他为什么没有直说，而且让一个退休的正部级官员来讲呢？因为最近啊，确实没什么钱，老百姓，如果你再收他的税啊，怕引起麻烦。但是又缺钱怎么办呢？你得先让一个官员放放风，如果大家觉得问题不大，那就一定会收的。中国的收入有2个，一个是税基，第2个呢是卖房卖地。卖地卖不动了，这个税源也在缩减，房产税你不得不收，谁让你提前买了房子呢？这一说啥时候收啊？咱们还是拭目以待吧。好，这5件事和大家分享结束了。我在另外一个频道大卫军情局讲到了老川批准了对台军售3.3亿美金，这里边的含金量如何？如果您感兴趣，在留言区置顶的链接能关注我新的频道，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我的2个频道，咱们每天都有更新。明天见。